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河南。我已经记不起来这是我第几次来到河南了，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，无数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，可能数都数不清。今天我来的就是河南安阳的有里城。据考证呢，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监狱，在3000多年前呢，这里为了关押一个人而打造了一座监狱。当时被关押的就是周文王姬昌。前不久不是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吗？《封神榜》。那么这里呢，其实可以称得上是，或者是算得上是《封神榜》的发生地，也可以说是起源地。同时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周易八卦的推演地，相当于是周易的诞生地。从这些话语呢，我们能够了解到河南安阳这个地方确实是历史文化名城。包括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殷墟遗址，那个就是以前的，相当于是国都。另外一个成语画地为牢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它其实也是诞生在这个地方，出自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中国最早的监狱看一看，也同时呢去了解一下《封神榜》的发生地、起源地是什么样子的。已经来到有里城里面了，这里的门票是38块钱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塑像，这就是周文王姬昌，武王伐纣的武王父亲。这里是位于河南安阳市的汤阴县，汤阴县呢也是岳飞的老家。这边呢有一个岳飞庙，离这里大概是3.5公里。全国3大岳飞庙之一就在那个河南汤阴。那么今天我们先主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文王。在3000多年前，周文王呢就在这里被那个商纣王囚禁了7年，从而说这里呢也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监狱，应该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监狱。这是周文王，也是姬昌的塑像。说到周文王，大家第一印象就是《封神榜》里面的一个人物，他呢是商纣王时期手下的一个诸侯王。在演义当中呢，他是一个凡人，却精通道术，能掐会算，家族庞大，妻妾众多，子嗣呢也非常多。因为在小说当中多次强调呢，姬昌的妻儿众多。当时姬昌在他的诸侯国威望很高，并且呢有雄兵40万，战将60员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实力这么强大，受到了商纣王的猜忌。后面呢，商纣王召他进那个都城商讨事情，找了个由头，把姬昌关押在有里城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。在古代的历史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个人如果威望很高，实力很强，威胁到皇帝的话，从而皇帝就会想尽办法去对付他，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莫须有的罪名。典型的就是岳飞。姬昌在被关押到这里之后发生的故事，大家都有所了解了。他的长子伯邑考为了营救他的父亲，最后呢被商纣王处死，并且呢做出肉饼，当时呢还叫那个姬昌吃掉。一开始呢他还不知道，后面知道了之后忍痛割爱，就想逃回西秦，逃回他的诸侯国。最终呢，得到黄飞虎的帮助，成功逃出了朝歌城，回到了他的诸侯国之后，姬昌回到诸侯国之后，自封周文王，欲建立呢周国，拜姜子牙为相，间接招兵买马，联合各个有意反商的诸侯，一起呢讨伐反对商纣王。最后姬昌呢是死于这个征战当中，临终前呢将位置传给了他的第2个儿子姬发，要求他继续讨伐商纣王。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商纣王失败了，商朝灭亡，周朝传承下去了。当时姬昌被关押在这里，还留下了很多东西。由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太悠久了，3000多年前的建筑肯定是没有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，是明朝经过一次大修遗留下来的。周文王有里城，这个是大明成化时期立的，就是大明战神朱祁镇的儿子。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建筑是在明朝成化时期或者是明朝
嘉靖、万历时期修建的、修缮的。因为那2个时期啊，明朝呢是有所改变的。成化呢是属于他作为大明战神朱祁镇的儿子呢，给他收拾烂摊子，从而说很多东西他要进行完善、进行改变。到了后期嘉靖、万历时期啊，明朝呢也有很多建筑经过重新修缮或者是增建。因为嘉庆早期登基的时候呢，还是发愤图强，国力呢有所提升。到了万历时期，有一个张居正改革，国力呢就是更为强大，从而说修建了很多东西。你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长城啊，在万历时期就修建了很多。以前一些夯土结构的，在万历时期呢都进行了包砖。我们看明朝200多年的历史，经常会看到万历、嘉庆留下来的东西，而在其他的皇帝呢就相对来说少一点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块碑，非常震撼的。一眼望去，你能认识几个字？反正啊，我可能一个字都不认识啊。这是叫做禹碑，是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碑。那么大禹治水这个就非常早了，离我们现在有几千年。那这一块碑的原本是在那个南岳衡山，当时汤阴知县呢可能去那边游玩，无意中得到这个墨本，于是呢就把它刻在有里城啊。那么这块碑的原文可能是很早就存在了，因为这个字啊，基本上从秦之后大家都不这么写了，因为已经统一了文字了。旁边有翻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左边这个字大家认识吧？这个是鸟字啊，这个是鸣，这个是鹅，这个是灯。灯你看很形象吧，就像象形文字，这个腿在往上蹬。这个是流水的流，这个还真的是象形文字一样的。这个是时辰的辰，有意思啊。这个是奔，有对比我们大概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没对比的话，两眼一黑呀，根本就不懂。这2只狮子呢，肯定也是现在修缮的，增加上去的。周文王演艺处，从台阶走上去呢，现在是叫做文王庙，建在有里城的遗址上面。走进这个大门呢，里面呢是可以看到很多殿宇。据说当年纪昌就求建在这个里面，还有具体的地址。这有里城，也就是文王庙里面，是有很多重修记的。像这一块碑就记载了清朝康熙7年，就公元1668年重修文王庙演艺台的情形。在这个文章里面，赞颂周易惊天伟地。周易啊是一本奇书，它历朝历代啊都受到那个统治者以及那些儒家学说的人的尊敬、学习等等。前方这里呢也是一座碑亭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皇帝来到这里写的，歌颂纪念周文王的。大家猜一猜是谁？这就是乾隆皇帝写的，他的字写的还是不错的。这是公元1750年，乾隆呢可能南巡的时候来到这里。乾隆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碑了，全国到处都是，证明乾隆皇帝爱玩，他去过很多地方。在这个大殿里面呢，有一部奇书，叫做《河图洛书》，也是一部传世经典，就刻在这个墙壁上面。这就是千古奇书《洛书》了。仔细看看，它不管是横也好，竖也好，每一组算出来的数字都是15。洛书按照说法是远古文明的产物，是一种关于天地空间变化的脉络图案。洛书呢，以前也称之为龟书，相传呢是有神龟出自于洛水，在那个乌龟的贝壳上面有此图案，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，一只乌龟。这个洛书也不懂啊，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它的结构是带9履一，左3右7，24为肩，68为足，
乙午居中，五方白圈结阳数，四余黑点为阴数。上面这个颜色比较浅的1379为阳数，颜色比较深的2068为阴数，午呢居中间，这个也看得清楚了。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啊，他们比较信奉这些所谓的风水，一旦有什么大事的话要占卜，特别是有一个部门叫做钦天监，皇帝什么时候出征要选日子，排兵布阵，他可能都会用到洛书，都会采用上面的这结构来。你像诸葛亮在很多资料当中把他说的是无所不能，他很多东西呢就是根据洛书来的。那么洛书到底是怎么由来的？有好几种说法。第一呢是伏羲弄出来的，据说呢在当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，背负河图，有神龟从洛水出现，背负洛书。伏羲呢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，伏羲八卦嘛，这就是周易的来源。还有一种呢是大禹治水，相传呢在当时洛河中出现神龟，背负了洛书献给了大禹，大禹呢以此治水成功，化天下为九州。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东巡来到洛水，从而呢河图洛书出现了。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传说，严格的讲并不是河图洛书的出现，只是说是一种文化意义，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，真正的出处呢还真的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有里城，能够看到有很多碑，称之为碑篱，主要呢是记载这个地方的重修记，以及呢后人写的一些文章，对周文王的纪念，佩服他的精神，佩服他那个忍辱负重的精神。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有里城的时候，他已经82岁了，在这里差不多整整生活了7年时间。这里碑最重要的就是前方我们去看的，叫做文王议碑亭，是明朝汤阴的一个知县所立的。它上面就是那个周文王所著的《周易》64卦卦象和卦辞，可以说是周易一书的纲领，更是研究周易的重要实物资料。反正我是看不懂啊。这就是大殿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壁画，最熟悉的这个就是姜太公钓鱼了。愿者上钩，大家非常熟悉了。前方有一个演艺台。当时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有里台的时候，他并不是每天没有做事情，而是在思考问题。在这个高台上每天席地而坐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样。这是一组塑像啊，展示的是当时他在思考的场景。他手拿食草，日复一日推演出周易。他是以伏羲八卦、先天八卦为基础，后面呢又推算出后天八卦8864，最终创造了中华第一奇书《周易》。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太极图，也叫阴阳鱼嘛，先天八卦。说到这个推演周易，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。相传呢，周文王在有里城推演周易的消息呢，不幸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。为了试探那个周文王啊，商纣王呢就把周文王招过去相见。在当时呢，纣王残忍地将他的儿子伯邑考杀害，并且呢做成肉汤，要让那个周文王喝。当时周文王已经算到了是他儿子，不过呢，他为了麻痹纣王，或者是说为了取得纣王的一些信任吧，最终呢只能忍痛将其咽下。回到这个演艺台之后，他就把这些吐出来，后面人们在此对起了一个土冢，取名叫做兔儿冢，相当于他的儿子埋葬在这里。这里有一口井叫做有里井，传说呢，当时周文王姬昌被囚禁在有里城的时候呢，他喝的水就是这个地方产出来的。
关于这个有里城的监狱，我们得说一下，当时纣王把周文王关押在这里，并不是像我们影视剧中或其他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房间，而是整个这个有里城都是算是关押周文王的，他可以在这个有里城活动，只是说不能出去。整个这个有里城在当时来讲的话，范围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毕竟周文王他也是一方诸侯出身，当时呢还是有爵位的，只不过呢是由于纣王对他有猜忌，从而把他关押在这里。这个跟我们普通的监狱有所区别啊。那这个监狱呢，是有史可据、有史可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，也算是3000多年前商纣王为了关押周文王而设立的关押一个人的监狱。其实呢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一座城就是一座监狱。从古至今呢，只要是那些帝王，他如果要软禁一个人的话，基本上给这个人活动的范围还是有点大的。因为软禁的方式，要不就是一座府邸，甚至说一个小岛，你只要不出这个地方的话，还是相对来说自由一点点。也是画地为牢的起源地。在当时来讲，周文王呢是一方诸侯，按照资料来讲的话，商纣王是无缘无故把周文王关押起来，那么关押的地方肯定是不能让别人找到，只能是单独划一个地方，建造一些房屋来关押周文王，这就是画地为牢，指定地方。现在我们去后面看一看，据说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八卦阵。八卦阵我们其实看过很多。所谓的八卦阵呢，是古代的一种兵阵，据传呢是诸葛亮根据《周易》推演出来的一种战阵。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啊，这些古代战争中使用的阵法早已淘汰，但八卦阵呢，可以一直称作是变幻莫测的代名词，一直的在民间流传。我们在很多地方啊都能够看到一些八卦阵的展示。八卦阵很多时候你走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在这里有一个段子，不知道真假，就是说景区经常会接到电话，说他走进这个八卦阵里面出不来了，打电话求助。不过我们这样看的话，八卦阵确实是挺复杂的，四通八达，一环套一环，反正是我进去估计走不出来。我现在简单的走一走，这个应该真的很容易迷路啊！你看起来这里不远啊，但是这个走的话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就不去里面走了，因为走在里面可能真的会迷路。说了这么久的周文王和商纣王，那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纣王吧。在我们熟知的《封神榜》当中，把商纣王演绎的可是昏庸无道，各种作死，把忠于自己的人一个个逼死，反而呢是重用各种奸臣、各种小人。在正史当中呢，也把商纣王记载成不是什么好人，典型的是宠信妲己、杀掉比干等这些事情，并且呢奢靡至极。但是呢，从我们现在考证的一些资料，包括出土的甲骨文等记载，商纣王他是叫帝辛，是一个天资聪慧、勇猛过人的皇帝。他呢思维敏捷、博学，身材高大，臂力惊人。他曾经呢攻克过东夷，把那个当时的商朝的地域啊扩展到我们国家东南一带，开发了长江流域。一开始的话，夏朝也好，商朝也好，包括周朝，基本上是在中原地带嘛。它对社会的发展、民族的融合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，并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所看到、所了解的那个商纣王。按照很多人的一些说法，是当时西周把商朝灭亡了，他就要为了所谓的正统性，那么自然而然要找一些理由去说商纣王，就跟后面唐朝取代了隋朝，一直在说隋炀帝的不好。
其实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，只是说唐朝呢，为了宣扬它的正统性，就有点抹黑隋炀帝。不过虽然有很多人为商纣王叫屈，但毕竟商朝还是被周朝灭亡了，商纣王成了亡国之君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肯定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没有到位。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终灭亡了，一定有外部原因，也有它内部的原因，也有君王的原因。那这个有李城，中国最早的监狱，以及周文王、商纣王的故事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